我作为一个非常爱读书的人，算了一下，我使用 Kindle 来读书已经超过了6年的时间了。在我接触 Kindle 之前呢，一直阅读的都是纸质书，直到拥有了 Kindle 之后呢，才发现它对我生活的影响。在我拥有电子书的这几年时间来呢，我也有尝试过去书店买几本纸质书，但是到后来都因为书的体积太大，搬家的时候呢，我都直接处理掉了。今天的视频呢，要以仅仅我个人的看法去分享使用电子书带给我的好处和坏处。其实不管电子书的性能有多好，它还是超越不了纸质书带给我们的感觉。但是有的时候呢，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，只好选择对于我们生活能带来极大方便性的物品才是最为重要。那开始讲它的第一点好处，相信也是大部分人一开始买电子书的理由，就是它的体积又小又轻。正因为它那么的便携，可以让你随时随地的都能读到书，放进随身包里完全无压力。另外一种情况呢，就是如果你想同时阅读超过1本书以上的话，你是不可能在外出的时候还拿着几本又厚又重的书在外面。所以呢，在体积和便携上，电子书是更胜一筹。我相信，如果你是喜欢买纸质书的话，那你家里一定有很大的空间，地方大到足够让你有个书柜来收藏纸质书。这一点对我来说非常的难实现。如果是一直关注我频道的朋友们呢，也都知道我过去的这几年一直都在搬家，几乎每隔1到2年呢都会搬到新的地方。因为在美国这边的公寓呢，基本上签下来的租约都只有1年左右。那有些人之后会因为地点、学习或者上班的原因呢，又会搬到新的地方。那这个就是我目前的状态，所以对我来说，家里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能让我买纸质书的机会。那当我处在一个频繁搬家的状态里呢，我做的任何购物决定之前呢，我考虑更多的是这件物品空间占据比例一定要小，以及呢，它不会成为我搬家的负担，所以呢，电子书就满足我目前的一个现状。它呢，就是一个小小的身体里，却能装载好几本书，甚至是几百本书以上都有可能。那我使用电子书那么久下来呢，它给我的阅读体验是非常好的，让我在读一本书上面几乎毫不费力。第一点呢，就是它的翻译功能，特别当我在这2年时间以来，几乎读大量的英文书，那我每次遇到不懂的词汇呢，就会使用这个翻译功能。那换作是以前我读纸质版的英文书呢，遇到不懂的单词，我要先把书放下，然后打开手机，再把那个单词输进去翻译，这样子浪费的时间去查字，有的时候会让我很分心，我就会不自觉的去刷手机，或者是我查完词之后，脑子就跟不上我刚刚读的那个句子在哪里。所以呢，电子书里面的这个一键翻译功能呢，非常的方便。还有其他的体验，比如说你可以根据白天和夜晚去调节屏幕的亮度，让你的眼睛更能去适应屏幕的亮度，不会让它有太大的负担。那说完好处，接下来说说我认为电子书的坏处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它的格式。通常呢是从电脑的网页上面下载电子书来看的。每次呢我需要用到 USB 线连接电脑，然后下载这个 MOBI 格式，然后把书拖到文件夹里。如果是用 Apple 自带的 Books 这个软件看书的话，就是你想要在手机上面看书的话，你就得下载一个是叫 EPUB 这个格式。都是一样的书，但是网页上呢有好几种不同的格式的书源。如果你不小心下载到了盗版的格式呢，你就会发现排版错误、文字错位的情况呢，非常影响你的读书体验。如果你也是使用电子书阅读的话，就会知道它的书籍来源其实是非常有限的。
甚至有些资源的网站操作上呢也非常的麻烦。那我一直用的电子书网站呢就是 Z Library， 只想说它真的是我这几年来知识的拯救者。如果是读纸质书的话，你就完全不需要担心书籍的来源。怎么说呢？如果你是要开始读电子书的话，你不想花钱又想读免费的书，那你就是要花点时间去找一些书籍资源的网站。最后一点呢，就是电子书和纸质书的质感是完全不一样。电子书呢，没有纸质书的那种翻页的声音，没有那种书的独特味道。而且我还发现，电子书读久了之后呢，你就已经彻底的忘记真正的书是个什么样的感觉了。好了，以上呢就是我读电子书以来的一些体验和感受。不管你是选择纸质书还是电子书，它都是可以丰富你知识海洋的方法。没有哪个比哪个更好，只有适合你的书籍才是最好。如果喜欢今天这期视频，不要忘记关注、点赞加收藏，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那我们下周五再见，拜拜。